伊斯兰是世界上成长最快速的宗教，但是却也是最容易被误解的宗教。尽管出现了像911、ISIS 等等损坏伊斯兰形象的种种负面因素，世界各地接受伊斯兰的人数却丝毫没有减少，反而还在持续大幅增加。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大家好，欢迎来到平视伊斯兰。今天我要以一个穆斯林的身份来跟大家好好的解释一下伊斯兰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伊斯兰、回教、穆斯林这些名词之间到底有哪些差别？今天我们就来一次搞懂。你或许已经对伊斯兰有一点了解，甚至是觉得非常了解，或者完全没有任何头绪都没有关系。在接下来的几分钟，先把以往对于伊斯兰的所有认知先摆在一旁，等到影片结束之后，再来比较看看，是不是跟原本对于伊斯兰的认知是一样的呢？如果希望以后看到更多类似的内容，不要忘记订阅频道、按赞分享，然后呢，在留言区底下留下你们自己的看法，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讨论吧。我们首先从伊斯兰的定义开始讲起。伊斯兰这个字呢，其实是源自于阿拉伯文的 Islam 这个字翻译过来的。在华语的世界里面，很多人会把伊斯兰教也称为回教，其实意思上是一样的，不过为了保持一致性，我们都会使用伊斯兰或者是 Islam 比较准确。阿拉伯文当中有一个字根的系统，意思就是说所有的词汇呢都是从某一个字根所延伸出来的，不管是在发音还是在意思上都有一些连结。举个例子来说，有一个字根是 kataba， 也就是书写的意思。从这个字根我们可以得出 kitab， 也就是书的意思，以及 katib， 也就是作家的意思， maktab， 办公室的意思， maktaba， 图书馆。所以我们会发现这几个字不但都有 k、t、b 的音，甚至连在意思上都跟写作有关联。那同样的，伊斯兰 Islam 这个字也是由某一个字所衍生出来的。Islam 这个字当中有3个字母 Sin、Lam、Mim。那从这3个字母呢，也可以得出好几个字，例如 Salam， 也就是和平的意思， Salima， 也就是纯真的意思，还有 Aslama， 也就是顺从的意思。那么 Islam 这个字究竟是从哪一个字衍生出来的呢？答案是 Aslama， 也就是完全性的、自愿性的屈服、顺从、崇拜唯一的造物主的意思。但是也不代表跟其他字没有关联，在顺从了之后，就会得到和平，就会得到纯真。因此，伊斯兰这个概念其实并不是在1400年前的时候才出现的，也不是由先知穆罕默德他所创立的。我们相信伊斯兰是自古以来，从第一个人类，从亚当的出现就已经存在了。在先知穆罕默德的时期，伊斯兰这个宗教才真正的被成全。神在古兰经第5章第3节讲到了 اليوم أكملت لكم دينكم وأتممت عليكم نعمتي ورضيت لكم الإسلام دينا。今天我为你们完美了你们的宗教，我完成了我赐予你们的恩典，我选择了伊斯兰作为你们的宗教。值得一提的是，世界上主流的宗教当中呢，伊斯兰是唯一一个在自己的经典里面有明确提到自己宗教名称的宗教。讲到宗教，我们也要解释一下，通常一个穆斯林在讲到宗教的时候指的是什么意思。根据牛津词典的解释，宗教 religion 的解释是 the belief in the existence of a god or gods and the activities that are connected with the worship of them, or in the teachings of a spiritual leader。 宗教是指相信神或神明存在的信仰，以及与此相关的崇拜行为，或者是遵循某个精神领袖的体系。在阿拉伯文当中，在形容宗教这个字的时候，都会用 deen 这个字来形容。不过 deen 这个字呢，在阿拉伯文其实就是生活方式的意思。因此，当我们在讲到伊斯兰的时候呢，我们指的其实就是一个针对人类该如何去正确生活的生活框架的意思。换句话说，它就是一个人生的指引，对于现实的诠释，一个教导人类该如何分辨善恶，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以及如何面对人生以及人生的种种问题，这个宗教提供了所有的答案。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通常我们在讲到宗教的时候呢，不一定只包含了像伊斯兰或者是基督教、犹太教、佛教，甚至是连无神论、不可知论等等的也都包含在内。因为尽管他们不见得有一个系统性的群体或者是领袖
但是他们也对于人生的解释有不同的见解，提供了不同的生活方式。今天或许有很多人认为自己跟宗教很遥远，但是现在用生活方式的角度去思考的话，这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没有生活方式的，没有一个人是没有宗教的。所以这个时候应该要去思考的问题应该是，对于这个世界的解读，到底哪一套说法才是正确的？到底哪一个生活方式才是人类应该要遵循的？在古兰经第3章第19节里面，真主说了 Inna dina indallahil Islam， 神所认可的宗教当中，只有伊斯兰是被认可的。也就是说，这个世界上有千千万万个宗教，但是这当中唯一一个被神所认可的，只有伊斯兰。只有这个按照他所制定的戒律去顺从的生活方式，是他所认可的。当然，知道哪一个宗教是正确的，不代表说自己的行为也一定都是正确的，不代表说自己的行为一定都是符合神的戒律的。这就像是有一道很困难的数学题目，一定要用某一套公式来算出正确的答案。我自己虽然可能知道正确的公式是哪一套公式，但是不代表说我一定有办法正确的算出答案。所以同样的回归到伊斯兰，我们相信伊斯兰是一套完美的生活方式，但是不代表所有遵循它的人也都是完美的。我们除了讲到伊斯兰这个字以外，另外一个重要的名词就是穆斯林。大家有没有发现伊斯兰、穆斯林这两个词听起来还蛮相似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有共同的字根，也就是阿斯拉玛。Muslim 这个字也是从阿斯拉玛所衍生出来的，也就是说，穆斯林其实就是一个顺从的人的意思，一个自愿性的选择顺从唯一的造物主的人的意思。所以说，一个人是不是穆斯林，不是单纯只靠信仰，或者是说自称是穆斯林就一定是穆斯林，而是一个人选择发自内心、诚心诚意的相信真正的造物主，并且按照他的旨意顺从他的方式生活。因此，光是从这一点来看，一个人从根本上是没有办法被强迫成为穆斯林的，因为他必须是自愿选择服从跟顺从造物主的。如果他是被强迫的话，那就不是穆斯林了。如果是使用回教徒这个词来表达的话，就很难这么去理解了，会直接认为是这个信仰群体的跟随者来理解。很多人也会认为伊斯兰跟穆斯林跟自己很遥远，但是事实上，这世界上的每一个人类在出生的时候都是穆斯林。在伊斯兰里面有一个概念叫做 Fitra， 在中文或许可以翻作天性或者是本性，意思就是一个从出生以来具有的纯洁纯真的状态。如果这个 Fitra 是在没有被污染的情况下，那么自然而然就会相信有唯一的造物主的存在。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相信有很多人就算在没有伊斯兰教导的环境下长大，也依然有一些道德观念是符合伊斯兰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的 Fitra还算是淳朴的，所以也就是说 Fitra 是可以被影响、可以被污染的。就好比说一个人在大街上看到钱包，突然起了一个不好的念头，就把这个钱包给偷走了。在第一次做的时候或许还有一些罪恶感，但是在做了第2次、第3次、第10次之后呢，就没有像第一次那么有罪恶感了。这个罪恶感的来源也是因为 Fitra 本身就有一套道德观念，对于是非对错的判断，但是这个道德基准的边界并不是那么的清晰，是模糊的。那么要如何找回原本的 Fitra 呢？答案就是伊斯兰。伊斯兰的教导就是让我们找回 Fitra 的方式。很多人在发现伊斯兰的时候呢，都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仿佛找到了一个原本就知道的生活方式一样。这也是为什么每一次有人选择归顺伊斯兰的时候呢，我们都会说这个人回归伊斯兰了，因为他原本就是穆斯林，受到了后天的影响而偏离，后来又再度回归了。现在我们来讲到核心的主题，每一次我们在讲到宗教的时候呢，是不是都跟神、跟上帝、跟造物主有关联呢？所以如果这个世界上真的有造物主，那他到底是谁？他具备什么样的能力？这个宇宙本身难道就是造物主吗？如果造物主真的存在，那么要有办法辨别他，要有办法辨别什么是造物主，什么才是被造物，这个判断能力是不是很重要呢？所以我们现在就可以来做一个简单的比较，我们来检视一下造物主跟被造物之间有哪些明显的区别。第一个条件就是永恒不灭，意思就是永远不会消失，永远都存在。这样的特质比较有可能是造物主会有的特质呢，还是被造物呢？我想肯定是造物主比较有可能，毕竟被造物是一个被创造的存在。第二个条件就是是否有始有终，意思就是有没有开始，有没有结束，有没有出生，有没有死亡。这是一个造物主会有的限制吗？
还是被造物才会有的限制呢？我认为被造物比较合理，任何一个被创造的存在都有开始，也都有结束。第三个区别是受到时间、空间跟质量的限制。一个造物主是会受到这些限制的吗？还是说是被造物才会受到这些限制的呢？我想答案很明显，应该是被造物才会受到这些限制。例如此时此刻我站在这里，在这个时间点，我没有能力到处在不同的时间跟空间来回穿梭。第四个区别是独立性，不需要任何的依赖。这个依赖指的是需要别的存在来支撑自己存在的依赖。举例来说，饮食就是一种依赖性的需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造物主跟被造物之间应该是被造物才需要依赖的，而造物主是完全独立的。再来第五个区别就是需要睡眠，需要休息，这应该算是最明显，应该是被造物才是需要睡眠的。所以综合以上几个简单的区别，我们就是透过这样的检验方式来确认一个存在究竟是被造物还是造物主。但是有没有任何的书籍、任何的经典在描述神明的时候呢，是有明确提到这几个条件的？答案就在古兰经的黄牛章第2章第255节。الله لا إله إلا هو الحي القيوم لا تأخذه سنة ولا نوم له ما في السماوات وما في الأرض من ذا الذي يشفع عنده إلا بإذنه يعلم ما بين أيديهم وما خلفهم ولا يحيطون بشيء من علمه إلا بما شاء وسع كرسيه السماوات والأرض ولا يؤوده حفظهما وهو العلي العظيم。 当然古兰经不是只有这一节，而是在几乎每一页都可以看到类似的描述。现在我们直接来示范该如何用这套方式来检验。我们要拿的例子就是伊斯兰当中最被尊敬的人物，也就是我们的先知穆罕默德 sallallahu alaihi wasallam。 首先，他是永恒不灭的吗？并不是，因为我们都知道先知穆罕默德他活到63岁的时候他就去世归真了。他是否有始有终？有的。我们知道他在西元570年的时候出生，他在632年的时候去世。他是否受到时间跟空间的限制呢？有的。他整个人生基本上都在阿拉伯的地区生活。他是否是独立的？并没有，因为他的肉体有限制，他需要依赖饮食，他需要空气等等的才有办法存活。他是否需要睡眠呢？需要。他甚至鼓励我们白天的时候还可以睡午觉。所以综合这几点来看，我们就可以知道先知穆罕默德他并不是神，也不是造物主，也不是穆斯林所崇拜的存在，因为他是一个人类，他是一个被造物。对于造物主，对于神的描述，相较于我们自己去猜测，是不是由他来告诉我他是什么样的一个存在比较准确呢？就像现在我正在面对着大家，如果不是我特别讲出我的兴趣，那大家要怎么知道我的兴趣到底是什么呢？如果不是我特别讲出来，大家要怎么知道我比较喜欢被怎么称呼呢？因此同样的，我们相信造物主在古兰经当中告诉了我们这些资讯。大家或许都知道，穆斯林将造物主称为 Allah， 但是 Allah 并不是一个专属伊斯兰的名称，甚至是在阿拉伯文版本的圣经当中，在描述神的时候呢，也同样是使用 Allah 这一词的。所以简单来说， Allah 就是神的意思，在英文的话就是 The God 的意思。所以再次回归到伊斯兰的本质，我们人生的意义，我们被创造的原因，在古兰经里面就有提到了。真主在古兰经里面讲到了وَمَا خَلَقْتُ الْجِنَّ وَالْإِنسَ إِلَّا لِيَعْبُدُونَ， 我创造的精灵跟人类只是要他们来崇拜我。这个原因并不是出自于神的需求，因为他本来就不仰赖任何的事物。但是这个是针对我们所讲的话，这里所讲的崇拜也不是指单纯的跪拜或者是朝拜，而是完全的顺从。换句话说，他就是在告诉我们，人类存在的意义就是按照神的旨意去行事。任何被创造出来的事物，在它被创造的时候都被赋予了意义跟使命。例如这个 AirPods 的盒子，它的用途就是用来收纳 AirPods 的。我们不会拿这个盒子来当做喝水的工具，或者拿它来当做洗碗的工具。尽管它或许有办法做到这些，但是不代表这是它当初被创造的时候被赋予的意义。所以神就是在告诉人类，人类应该要崇拜
应该要顺从最值得被顺从的存在，而不是任何其他的存在。例如在《古兰经》第45章第23节里面，真主说了：“你有没有看到那个以自己的私欲作为主宰的人，那个以自己的私欲作为神的人？”所以这里就代表所有人都崇拜着某些事物，所有人都是某个事物的奴隶。好像某个动漫也有这么一句话：有些人崇拜自己的私欲，有些人崇拜社会的流行，有些人崇拜资本主义，有些人崇拜他人的看法等等。因此一个人所崇拜的事物不见得是一个实体的人类，有可能是一个无形的事物。所以真主在古兰经里面强调的就是这一点，不要去崇拜不值得我们去崇拜的事物，也不要同时当好几个事物的奴隶。在古兰经里面第39章第29节里面，真主讲了ضرب الله مثلا رجلا فيه شركاء متشاكسون ورجلا سلما لرجل هل يستويان مثلا الحمد لله بل أكثرهم لا يعلمون。 真主设了一个譬喻，有一个奴隶有好几个互相在争吵的主人共有，又有一个奴隶他只专属一个主人，这两个奴隶的情状是相等的吗？换个角度来看，我们人生当中优先顺序所排在的最高的那一位，就是我们正在崇拜的神。这个存在所要求我们做的任何事情，我们都完全听命于他，由他来支配我们所做的任何事情。所以说，现在我们正在崇拜的事物，是否真的值得我们去崇拜呢？今天关于伊斯兰的简单介绍就到此结束了。这样的介绍是不是跟以往听说的伊斯兰完全不一样呢？欢迎在留言区底下告诉我你们的想法，之后会再陆陆续续推出更多的内容。所以如果还有一些不太清楚的概念，或者是某一些特别想要更深入了解的内容，欢迎订阅持续关注我的频道，告诉我你有兴趣了解的主题吧。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大家好好保重。Assalamu alaikum wa rahmatullahi wa barakatuh。سبحان الله والحمد لله ولا إله إلا الله